各位好，欢迎收看。好久不录，有点不适应还。Welcome to Worth It。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都有这种的感觉，就是看到什么都想买，都想吃，然后呢又担心会踩雷，或者就是想玩一个项目呢，但是也不知道到底值不值得去。毕竟在新西兰当下这个经济环境之下，钱确实还是需要花的理智一点的。所以呢，以后我就可能会分享一些我尝试过的东西给大家。那到底哪些是真的 worth it， 哪些呢又是纯属是智商税的？那更多关于这个系列的前情提要呢，我会放在后边的这个彩蛋部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留到最后去看一看。好，话不多说，第一期呢，我们就从最近新西兰的这个油价大战开始说起。最近奥克兰的朋友们应该都注意到了，就是有几个加油站的这个油价真的是可以说跌到了这个疫情后的最低点。然后这事儿呢还上了媒体的头条，就91号的油呢每升已经跌破了2块1毛2。当然呢，这周应该又破了记录，那现在应该是折后价跌到了每升2块01。虽然这些最低的油价都不是某个品牌，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品牌的上线，才扰乱了新西兰的油价，那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Yugo。Yugo 其实是 Zit 早在3月份就官宣的一个品牌，至今呢只在奥克兰经营着9家加油站。91号的这个汽油呢，每升平均价格在2块2毛3左右，比全市整体的平均价2块5毛1是要便宜不少的。所以呢，在上周四的时候啊，我住的这个地方附近呢就开了一家 Yugo， 然后呢，我就去它对面的加油站去排队加油了。现在离这个加油站还有一个200米的距离吧，但是大家都已经就开始排队了。你就是想一下这个加油站到底有多便宜，然后多么的受欢迎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疯狂的场景，感觉大半个奥克兰中区的人都来加油了。然后现在这个油价应该是回到了我觉得疫情刚刚开始那一两年的那个感觉，那个区间吧，就是对，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别的有一个油站的话，你可以囤油，以当时的那个价格去囤油，然后我当时囤的那个是2块6，我都觉得还挺便宜的了。然后现在它已经降到，如果会员的话是降到2块3毛5，就是这样的话，其实降的还有蛮多的，所以大家都出来要把自己的车填满，还是挺合理的，对吧？当然，其实我加完油之后的那个周末，它又降了4分钱左右吧，然后对面的这个 Mobil 也跟着降价，所以呢，也让我非常的好奇，说这个 Yugo 它到底为什么可以做到价格这么的低，以及它真的可以一直这样以低的这个价格去运营吗？而其他的加油站也会选择跟进吗？那我也是去查了一些资料，那 AA 的专家呢说得很直白，说这种价格呢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Yugo 现在就像超市的这种亏本促销一样，可能是以成本价左右在销售，说白了就是先为了去抢这个市场的份额。而对于 Mobil 这样开在 Yugo 附近的加油站呢，你对面这么便宜的一个加油站，你会选择不降价吗？那也是不太可能的，对吧？而且呢，根据 Zit 的介绍呢，他们也确实发现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呢选择去更便捷、快速、低成本的自助加油站了。所以这个 Yugo 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商店、不能洗车、没有会员卡这样的一个低成本加油站。去除了这些成本之后呢，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会降下来。长久来看呢，专家说了，那价格在2块1毛2左右呢是不可持续的，稍微低于2块2是个不错的价格。但如果商家真的想打这样的价格战的话，那就让他们打吧，反正受益的是我们这些消费者。所以现在去加油到底 worth it 吗？我的答案是 worth it。短期来看的话呢，你家门口如果要有这样的这种加油站，或者有这样的这种价格站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在一大早或者说晚上人不多的时候去加满的。随着越来越多的这个 Caltex 加油站呢，会在未来被转为低成本的 Yugo。那生活在其他地方的朋友们呢，估计也是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类似奥克兰这样的这种加油站的这种油价大战。大家也不要忘了去下载，比如说像 Gasby 这样的 App 来实时比价，找到周围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一个加油站。距离短还好，但是呢，也不要为了便宜几块钱就开车跑太远，那样反而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对吧？好吧，那我们第一期的这个 Worth It 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呢，简单总结一句话，就是奥克兰现在的这个油价确实值得你去加，尤其是每周的周四，价格呢确实会下来一点点。但是这种好事可能不会持续太久，所以珍惜当下。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一系列？
好，那我们第一期就再稍微的啰嗦几句。其实我给频道简介写的是你的新西兰生活性价比指南，因为就是开这个系列主要是因为就是无论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还有之前上班的同事们啊，都会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东西啊？或者说，哎，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打折啊？买哪个东西什么时候最便宜等等这些东西，确实可能是因为这种媒体人的职业素养吧，就是包括日常消费啊什么的都喜欢刨根问底。那现在虽然不干这个工作了，但是与其说把自己知道的这些东西烂在肚子里的话呢，那还不如做成内容去分享给大家。那之前我还跟同事开过玩笑，说以后我要弄一个这种穷人有话说的节目。毕竟在新西兰现在这个对吧，这个经济大环境之下啊，每一分钱确实要花的比较值嘛。虽然这个最后这个节目也没做起来，但是呢，我在决定把我这些宝藏攻略端上这个短视频之后，我也确实想过这个名字。但最后还是觉得穷人有话说有点不符合这个调性，所以呢最后就定下来了啊 worth it。 虽然其实我之前也会有每天的这个直播的节目嘛，但是就是我感觉看了80%的都是不用小红书或者不用 B 站的观众，那毕竟就是现在看电视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嘛，而且呢就是自己也是做了小红书有几年了，但是呢一直没有传过视频方面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算把自己两个这个经验结合在一起，然后重新开始的一件事吧。那也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下来吧。然后呢，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个系列，有什么想要去探索啊，或者想了解的这些东西呢，我也是很愿意去分享的，好吗？下期见。